大一开学当天，我发现护照在毕业旅行时丢了。随着加急补办的护照一同抵达的，不光有个黑皮老公，还附赠一混血萌娃。室友赵林瞧见那男人，脸上满是不可思议。酋长，您怎么亲自来我们宿舍了？那个皮肤黝黑、只在腰间围着块布的男人一把揽住我，接我的王后回岛，书别念了，部落还等着你回去添丁呢。你他妈说谁是王后？我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涂满油彩，腰间只围着一块破布，散发着浓烈香料味的野人，大脑一片空白。妈妈，你不要遛了吗？你说过要带我回中国看大熊猫的。一个约莫4、5岁、卷发大眼的混血小男孩从他身后探出头，怯生生地拉住我的衣角。这小孩长得倒是可爱，可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宿舍楼下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指指点点的声音此起彼伏。悠悠，你什么时候成了凯尔酋长的王后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们？我真想撬开他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水。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还皇后，我看是活见鬼！我猛地甩开那男人的手，宿管阿姨已经闻讯赶来，看到这奇异的三人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你们是干什么的？这里是学生宿舍，不是旅游景点。宿管阿姨显然被这阵仗搞得不悦，尤其那男人近乎赤裸的装扮，简直伤风败俗。我像是看到了救星，可赵林接下来的话却把我推向深渊。阿姨，您别误会，这是我们学校的贵客，来自南太平洋卡卡罗岛的凯尔酋长。悠悠是他的妻子，这是他们闹了点小别扭，夫妻间的情趣。我死死盯着赵林，他脸上灿烂的微笑，此刻看来无比恶毒。我连恋爱都没谈过，怎么可能结婚生子？还是跟一个野人？我是穿越了还是失忆了？更何况这孩子一看就是混血，我纯种汉人怎么生出他来？我今年21，这孩子看着5岁，难道我16岁就当妈了？这是国际犯罪！我的王后，1个月前在岛上，你答应嫁给我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卡埃尔一脸受伤地看着我，黝黑的脸上竟挤出几分委屈。你说你爱我的勇猛，爱我们部落的纯粹，你说现代社会的虚伪让你疲惫，怎么回到你的城市你就全忘了？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林优，不是吧？怪不得上学期你突然拿到了去南太阳的文化交流名额，原来是去当酋长夫人了。我浑身一震，去南太平洋文化交流的名额，全院只有一个，当时是我和赵林争，最后是我凭着优异的成绩和流利的口语拿下的。赵林这番话配上他之前那句酋长，分明是在给我设套。一时间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我说呢，林优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怎么突然就有了那种机会？原来是走了捷径。看不出来啊，平时一副高冷学霸的样子。我作为外交学院的门面，拿过无数奖项，更是被誉为学院之光。如今这些光环都成了刺向我的利刃，树大招风，想看我笑话的人太多了。我的王后，我知道你不习惯我们部落的装束，但这是我们的传统。卡埃尔试图再次拉我，语气里满是宠溺和无奈。为了你，我可以学着穿你们的衣服，但你不能否认我们的孩子Leo每天都在想你。我后退一步，不小心撞在宿管阿姨身上。她看我的眼神此刻已经充满了鄙夷。现在的女学生啊，真是不知检点，为了点好处什么都干得出来，黑的都冒油，小小年纪怎么下得去嘴，真的是世风日下。我心底一凉，这老钱婆平时没少收我的小零食，关键时刻就这么落井下石。酋长，悠悠她就是害羞，毕竟还没毕业。您为了娶她，不是还给我们学院捐赠了一座价值连城的珊瑚雕像吗？当时院领导还特地表彰了林优呢。她脖子上这条星月项链，就是酋长用1000年黑珍珠换来的，我们都看见了。卡埃尔指着我脖子上的项链，我下意识摸上去，这条项链是我妈的遗物，根本不是什么黑珍珠。笑话，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说是我老公，你拿出证据来。我的名字卡埃尔，你忘了你在月光下的沙滩上一遍遍温柔地呼唤我的名字了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叫林优，不叫王后。别闹了，我的王后，今天必须跟我回去，部落的长者们都在等着我们回去举行正式的添丁仪式。扯什么蛋，我眼高于顶，怎么可能看上这种近乎原始人的家伙？他那一头脏辫都能直接当拖把使了。林优，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妈妈留给你的项链不小心丢了，这条跟之前那条好像不太一样，光泽更好了。赵林悠悠的开口，眼神在我脖子上一扫而过，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他什么时候跟我这么熟了，连我项链丢没丢都知道。他和这个卡埃尔绝对是一伙的。我知道你是我第一个女人，我很珍惜你，你也很传统。卡埃尔一脸真诚，周围响起一片抽泣声。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你老婆？我气得浑身发抖，死死地瞪着他。我们的结婚证可以证明吗？是用我们非洲酋长国统一用最神圣的鲨鱼皮做的。不行的话，你的护照号我都能背出来。我们的关系难道还不够亲密？再不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照片，在岛上的每一个甜蜜瞬间，我都拍下来了。
卡埃尔说着，从腰间的兽皮袋里掏出一卷看起来古老又诡异的皮质卷轴，然后又拿出手机，随便点开相册，递给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男生。那男生是个体育生，他先是看了看那卷兽皮，又划了几下手机，看我的眼神瞬间变得复杂又暧昧。林学姐，其实结婚了也没什么，现在大学生思想都挺开放的，你老公身材真好。说完，他脸一红，把手机还给了卡埃尔。我绝对不可能，我发誓要找一个儒雅博学的伴侣，共度一生。卡埃尔这种连我的审美底线都碰不到。妈妈，你就跟爸爸回家吧，你要什么，爸爸都会给你喽。海里最大的珍珠，最漂亮的贝壳都给你。这个小崽子，小小年纪就这么会蛊惑人心。行了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宿管阿姨彻底爆发了，结了婚就老老实实相夫教子，还在学校里装什么清纯玉女，骗了人家感情和财物，现在想不认账了。孩子是无辜的，你看看这孩子多可怜，这么小就跟着他爸跨过大半个地球来找你。我以前送他的那些水果零食都喂了狗了。太可笑了！光凭他几句话，一卷破兽皮，几张不知道哪里批来的照片，就给我定了罪！我要报警，让警察来查，看到底是谁在撒谎！我怒火攻心，这件事已经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好啊，那就报警，让你们中国的警察来评评理。让我没想到的是，卡埃尔竟然一脸坦然，甚至带着一丝看好戏的悠闲。宿管阿姨脸色一变，警察要是来了学校，事情闹大，她的饭碗都可能不保。别在学校里报警，你们自己出去解决。我立刻拒绝，我一个人跟着这对父子出去，我脑子被驴踢了才会这么做。阿姨，你就不怕这是跨国人贩子？过几天新闻头条就是外交学院夏华里希失踪，一被骗至海外，到时候学校的声誉损失更大吧？我不能出这个校门，这对来路不明的父子能精准的找到我，有我的照片和护照信息，连所谓的结婚证都准备好了。我要是跟他们走了，就真的成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王后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学生怎么这么麻烦？要不是你自己行为不端，人家怎么会找上门来？道德绑架。阿姨，你是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吗？我这个巴掌现在就想拍在你脸上，你提提想不想？讲道理已经没用了，宿管阿姨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我掏出手机，果断报警。事情迅速发酵，惊动了辅导员和院领导，他们几乎和警察同时到达。2名警察表情严肃地走过来。谁报的警？我立刻举手。你说是有人伪造信息，意图拐骗你。我连连点头。警察同志，今天这对父子突然来学校找我，说我是他老婆，是他儿子的妈，和我长这么大，连男生的手都没牵过，更别提去什么南太平洋小岛结婚了。我指着一脸无辜的卡埃尔，他还拿着什么鲨鱼皮的结婚证，我连听都没听过。警察走到卡埃尔身边，接过那卷散发着腥气的兽皮卷轴，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眉头紧锁。我心里喜，让你个野人跟我斗。只见其中一名警察拿出手机，对着兽皮拍了张照，通过某个软件进行扫描比对，然后又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电话回了过来，他拿着那卷兽皮走向我，眼神变得十分古怪。林优同学是吧？我们通过使馆的朋友核实了一下，这份来自非洲酋长国卡卡罗部落的结婚证是假的，对不对？结婚证是真的，根据他们的部落法律，你1个月前确实已经嫁给了卡埃尔酋长。卧槽，我整个人彻底懵了。看看自己干的好事，现在闹得人尽皆知了吧？宿管阿姨幸灾乐祸地啐了一口。周围的同学看我的眼神已经从看热闹变成了鄙夷。院领导黑着脸，林优，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可以私下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报警，浪费公共资源。警察也用一种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我的王后，你看这下丢脸了吧？你就是太任性了。卡埃尔无奈地摊摊手，眼中却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听他叫我王后，我只想吐。但现在我必须想办法自救。我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是律师，他最懂法了，他绝对不会承认你这种不明不白的婚姻。我颤抖着手拨通了我爸的电话，无数道目光都盯着我，整得我瑟瑟发抖，等待接通的每一秒都是煎熬。喂，悠悠，爸，是我，你听我说，有个叫卡埃尔的。卡埃尔？哦，有点印象，是不是那个南太平洋文化交流项目的负责人？你看，我就说了，我的王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还要逃避到什么时候？卡埃尔根本没给我爸把话说完的机会，一把抢过我的手机，我的世界瞬间崩塌了。我爸，他说他对卡埃尔有印象，他说有印象，你们2个到办公室来。院领导气得浑身发抖，直接下了最后通牒。我浑浑噩噩地被带到了办公室。为什么我所有的反驳，最后都成了证实他们说法的证据？林优同学，鉴于你这件事在校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年度的国家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你都不要想了。
学校不反对学生恋爱结婚，但前提是合法合规，并且不能影响学校的声誉。像你这样把家庭矛盾闹到学校，甚至惊动警察，性质太恶劣了。如果你再不妥善处理，学校只能考虑对你进行劝退处理。院领导的每一句话都似乎坐实我在无理取闹。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第一次尝到了百口莫辩的滋味，手指无意中碰到口袋里一个硬硬的卡片，是我的新护照。卡埃尔抱着手臂，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那个叫 Leo 的小男孩也紧紧抱着他的腿，用一种看陌生人的警惕眼神看我。我脑中突然一道闪电划过，警察说我是1个月前嫁给他的，我的护照也恰好是1个月前在国外旅行时丢的。我当时立刻就挂失补办了，新护照是今天才寄到学校的。这1个月正好是一个时间差，在某些管理混乱的小国家，凭借护照复印件和一些伪造的委托文件，完全有可能办成所谓的婚姻。绝对是有人捡到了我的护照，然后我被结婚了。你们自己出去解决，不要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院领导下了逐客令，我趁卡埃尔不备，一把抢回自己的手机，躲到院领导身后。爸，快来学校救我，有人要强行把我带走，他们伪造了结婚证明，再晚你就见不到你女儿了。第2章，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卡埃尔脸色一变，伸手就想来抓我，他的手抓到了院领导的胳膊，留下几道清晰的红痕。够了，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菜市场吗？林优，你还有没有一点学生的样子？院领导彻底被激怒了，但我知道我绝对不能离开这间办公室。我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呐喊，一旦被卡埃尔带走，我就全完了，我死也要死个明白。主任，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血溅舞步吧？我平时是什么样的人，为学院争了多少光，您都看在眼里。我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要自毁前程，去找一个连衣服都穿不整齐的野人？主任，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今天站在这里的是您的女儿，面对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和一份真假难辨的异国婚书，您会让他就这么跟着走吗？我的语速极快，但咬字清晰。我愿意用我的学籍担保，我绝对没有结过婚，请您等我父亲来了再说，好吗？我带着一丝哀求看向院领导。院领导或许是被我那句您的女儿触动了，脸色稍稍缓和。我的王后，别再为难领导了，你身上带的，你上次去交流学习的机会，哪样不是因为我的关系？结婚证连你们的警察都说是真的，你还想怎么证明？我知道你们城里人规矩多，但感情是不能用规矩来衡量的。为了你，我愿意放弃酋长的位置，留在你的城市。卡埃尔突然打起了感情牌，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瞬间我就成了一个利用完别人感情就想抛弃的拜金女。行了，出去吧，我不想再管你们的破事，只要别在学校里闹，你们爱去哪去哪。院领导瞬间翻脸，一把将我从他身后推了出去。卡埃尔抓住机会，死死攥住我的手腕，就往外拖。不好意思啊，领导，我这就带他回部落好好调教，给您添麻烦了。你放开我，你这是绑架，我要报警。我拼命挣扎，但卡埃尔的力气大得惊人。那个叫 Leo 的小男孩也贴过来，死死抱住我的另一条腿，阻碍我的行动。混乱中，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我一巴掌扇在了小男孩的脸上，简直不可理喻。林优，你等着被退学吧。我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手，我不是故意的，是那个孩子自己把脸凑上来的。在我挣扎的时候，他精准地撞上了我的手掌。妈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如果你打我能让你消气，跟爸爸回家，你再多打我几下吧。小男孩捂着脸，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身体却倔强地挺直，一副任我处置的模样。我气得浑身发抖，这孩子太可怕了，他这是要我的命。我爸怎么还没来？卡埃尔拖着我 ，Leo 挂在我腿上，我像个买1送1的战利品，被他一路从办公楼拖向校门口。周围的指指点点，让我又气又很无奈。我的王后就是这个脾气，被家里宠坏了，我回去会好好教的。卡埃尔还假惺惺地对围观的人解释，我们部落的女人不听话就是要挨打的，但我舍不得。他表演得如此逼真，以至于很多人都开始同情他。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学校园里强抢民女，你们就这么看着吗？我的手机在挣扎中掉在了地上，屏幕碎裂。学姐，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毕竟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啊，看着也不像假的。那孩子多可怜，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亏我以前还把他当偶像。我心如死灰，我自以为在学校人缘不错，此刻才发现不过是个笑话。人群中不乏我曾经帮助过的学弟学妹，甚至还有一起做过项目的同学，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站住，你把我借给林优的原版国际关系理论弄脏了，还没赔我呢。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我循声望去，心脏猛地一缩，是苏晴，那个在所有事情上都要跟我一争高下，视我为眼中钉的同班同学。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却瞬间读懂了他眼中的信息。对不起，我现在没钱，那就让你老公赔。这本书全球限量500本，我托了好多关系才买到的，23000块，一分不能少。苏晴双手抱胸，气势汹汹地拦在卡埃尔面前，看着他一如既往刻薄又高傲的样子，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弄坏了我的东西就得赔，偏往老子来了也没用，快给钱！
苏晴的眼神里满是鄙夷和愤怒，但那愤怒却是对着卡埃尔的。他长得明艳动人，专业能力极强，一直是我最强劲的对手。我能为了一个保研名额，一个出国机会，争得头破血流。什么破书要2万多？你讹人吧？卡埃尔上下打量着苏晴，眼神里闪过一丝贪婪和淫邪，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这种没开化的野人，当然不懂知识的价值。别废话，赶紧赔钱。苏晴言辞犀利，丝毫不给卡埃尔留情面。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卡埃尔又气又急。我有购买记录和拍卖行证书，你要不要看看？今天不赔钱，谁也别想走。我管你什么酋长王后，我的书最重要。苏晴像一尊战神，牢牢挡在我前面。你不是说你们部落等着你回去添丁吗？怎么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看来你这个酋长也不怎么富裕啊。我深深地看着苏晴，第一次觉得他不是在找我麻烦，他是在救我。这位阿姨，我爸爸赚钱很辛苦的，能不能？谁是你阿姨？别乱攀亲戚。你爸没本事，关我屁事。赶紧拿钱，我还等着买新书呢。我看到小男孩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大概没想到他百试百灵的卖惨攻势竟然失效了。林优，你别装死，你不赔就让你老公赔，不然我就报警，告你们蓄意损坏私人财物。我眼前一亮，报警？妙啊，怎么又要报警？我说这位同学，你就让他赔钱，然后让他们出去，别总在学校里闹。院领导急了，这要是再来一次警察，他这主任也别想干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个酋长好像只急着带走林优，一点都不像家里有急事的样子。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而且苏晴那本书我见过，确实很珍贵。我的天，不会是拐卖吧？人群中的风向似乎有了一丝微妙的转变。就在这时，卡埃尔的手机响了，他迅速接起电话，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几句，眉头紧锁，随即一脸悲痛地看着我。部落传来消息，大长老快不行了。林优，都是你，是你耽误了时间，今天你必须跟我走。卡埃尔突然发狂，也不管苏晴的阻拦，猛地一推，直接拽着我往校门口冲去。他妈的，谁敢动我女儿？一声暴喝如平地惊雷，我千盼万盼的人终于来了。我爸，一个儒雅的大学法学教授，此刻却像威猛雄狮，一记标准的过肩摔，直接把身高体壮的卡埃尔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学校的保安呢？领导呢？就让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在学校里随便抓学生？你们学校是怎么办安保的？我爸平时温文尔雅，引经据典，此刻却暴躁的像换了个人。卡埃尔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半天爬不起来。爸，他说你是他岳父。我连滚带爬的躲到我爸身后。你刚才在电话里还说对他有印象。我委屈的看着我爸，我是有印象，这个所谓的文化交流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发现根本就是个皮包公司搞的野鸡项目，当时就让你别参加了，你忘了？所以你压根没见过他本人。我反问，看我爸刚才那架势，完全不认识卡埃尔。你爸我堂堂一个法学教授，会去见一个骗子？我爸不屑的冷哼一声，我直接破涕为笑。但是这位先生，您的女儿确实在1个月前与卡埃尔先生办理了部落婚姻，这是经过使馆方面初步确认的。院领导竟然还在为卡埃尔辩解，放你娘的狗屁！什么狗屁部落婚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不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婚姻就是非法同居。别说1个月前，我女儿整个暑假都在家帮我整理卷宗，哪有时间跑去什么破岛上结婚？我爸发起火来，连院领导的面子都一点不给。要不是老子今天来得快，你是不是就眼睁睁看着我女儿被这个野人带走啊？我问你话呢？我赶紧拉住我爸，这头暴怒的狮子被我一拉，立刻收敛了所有气焰。怎么了，闺女？吓坏了吧？别怕，爸爸来了，天塌下来，爸爸给你顶着。这温柔的语气反差大到让人想笑，说的就是你。学生出了这么大的事，第一时间不是核实情况，不是联系家长，而是纵容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带走自己的学生。我要去教育部投诉你，告你玩忽职守。你们学校就是这么保障学生安全的？今天他能来带走我女儿，明天就能有别人来带走其他学生。你这是在为跨国犯罪提供温床，你不配当老师。好家伙，我爸的战斗力直接把院领导说得面如土色。爸，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我旅行时护照丢了，去补办的事吗？我拉着我爸的手，让他冷静下来。我爸一脚踩在刚要爬起来的卡埃尔胸口上，眼神冰冷地扫向那个混血小男孩。小男孩被吓得哇一声哭出来，裤子瞬间湿了一大片。不要打我！哇，不要打我！刚才我爸那一下直接把这孩子吓尿了。怎么，不是补办了新的，就因为这个？我爸有些不解，应该是有人捡到我的护照，拿去做了手脚。我叹了口气，这帮瘪犊子竟然算计到我女儿头上来了，看我不！关键是这个叫赵玲的室友，他好像认识这个酋长，还知道很多我的事，比如我项链的来历。我一脸凝重地指向人群中脸色煞白的赵玲。我爸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竟然愣了一下，这个女学生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我爸摸着下巴，眉头紧锁，这下轮到我傻眼了。我爸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法学教授，怎么会觉得赵玲眼熟？他要是把妆卸了，再穿的朴素点，对，就是他。
上次来我们家送社区调查问卷的那个大学生志愿者。我爸一拍大腿，脚下用力，卡埃尔闷哼一声，翻了个白眼，直接晕了过去。得，忘了这货还被我爸踩着呢。就那个什么关心孤寡老人心理健康的那个，你忘了？当时还问了你好些问题，说要做课题研究。我爸这么一提醒，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什么都明白了。是他，那个时候他戴着眼镜，穿着朴素的志愿者马甲，我根本没把他和艳丽的赵琳联系起来。原来他早就开始算计我了。怎么回事？谁又报警了？还是之前那2个警察？他们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面，一脸头疼。这位先生，你这是故意伤害。警察看着昏迷的卡埃尔，对我爸发出了警告。他想拐卖我女儿，我没弄死他，算他命大。我爸冷冷地回了一句，如果我没记错，她是你女儿，在法律意义上部落法的丈夫。呸，你肯定没女儿吧？等你有女儿了，再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女儿的眼光会看上这种货色，她眼瞎还是我眼瞎？而且我很好奇，既然结婚证是真的，那总有登记的影像资料吧？我倒要看看我女儿是怎么飞到那个破岛上，跟这个野人结婚的。我爱死我爸了，逻辑清晰，一针见血。具体情况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警察也觉得这事透着奇怪。就这样，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去了警察局。我敢肯定，如果卡埃尔是清醒的，他绝对不敢踏进警察局半步，因为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审讯室时，那一瞬间的惊恐和慌乱是装不出来的。警察同志，卡埃尔先生还说他们部落的大长老快不行了，希望能尽快处理完，让他回去尽孝。在等待调查结果的时候，我悠悠地补了一刀。那个叫 Leo 的小男孩已经彻底蔫了，缩在角落里，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爸就坐在卡埃尔对面，用审视的目光一言不发地盯着他，压迫感十足。赵琳更是坐立不安，眼神躲闪，不敢看任何人。那可真不巧，我们刚联系了驻当地使馆，卡卡罗岛的大长老身体好得很，上周还参加了捕鱼节。另一个警察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卡埃尔，假名，真名不详，国际人口贩卖组织的头目，专门以部落酋长的身份诱骗或强迫各国女性到他所谓的私人岛屿从事非法活动。国际刑警已经通缉他很久了。每听一句，院领导的脸色就白一分。他刚才差点就把自己学校的优秀学生亲手送进了一个国际人贩子的老巢，这要是传出去，他们学校的名声就全毁了。对不起，是我们工作草率了。最开始出警的那名警察态度诚恳地向我道歉，我能理解，他们每天面对各种奇葩警情，难免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只要我没出事，一切都还来得及。那个所谓的结婚文书也查清了，是他们组织伪造的，用的就是你丢失的护照信息。他们买通了当地的腐败官员，专门搞这种东西，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了。警察的表情十分凝重，这次能抓到他，你和你父亲功不可没，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还你一个公道。听到这话，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回了肚子里。那我女儿被结婚的这个事必须给我撤销掉，我可不想我女儿清清白白的履历上留下这么个污点。我爸对这个事耿耿于怀，您放心，所有涉案人员我们都会一网打尽。赵琳也已经招了，他因为嫉妒你，主动联系了卡埃尔的组织，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并配合他们演了今天这出戏。作为回报，他可以得到下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业绩。警察们干劲十足，我爸带着我昂首挺胸地走出警察局，理都没理身后追着道歉的院领导。他怕了，这次的失职行为足以断送他的职业生涯。回到家，我依旧心有余悸，躺在床上，我点开微信，翻到苏晴的对话框。今天谢谢你，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为这5个字。很快，他回了过来，我只是不想我唯一的对手被这种烂人烂事毁掉。林优，能打败你的只有我。3天后，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这是一个庞大到超乎想象的跨国犯罪集团，赵琳和那个所谓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都是他们的外围成员。我的生活照、个人习惯、家庭背景都是赵琳通过日常相处和那次问卷调查搜集，然后提供给卡埃尔的。我丢失的护照也是他找人偷的。他嫉妒我拥有的一切，嫉妒我的家境、我的成绩、我的机会。他想毁了我，然后取而代之。而那个叫 Leo 的小男孩根本不是卡埃尔的儿子，而是他们从东南亚拐来的孤儿，专门训练用来博取同情、实施骗局的工具。我听得遍体生寒，我就说那个女学生看你的眼神不对劲，你还说你爸我太自恋。我爸一脸后怕，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妈一个人，以后到了下面才好跟你妈交代。噗嗤，我忍不住笑出声。我妈去世早，我爸一直没有再娶，他说他要把所有的爱都给我，他真的做到了。警方顺藤摸瓜，打掉了这个犯罪集团在国内的多个窝点，解救了10几名和我有类似遭遇但没我这么幸运的女孩，她们中有的已经被骗到了国外，过着地狱般的日子。听到这个消息，我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我多拖延了一点时间，如果不是苏晴挺身而出，如果不是我爸及时赶到，我的下场不敢想象。闺女，你听我说，以后你的所有证件都放家里的保险柜里，要用的时候打电话，爸亲自给你送去。我爸拍着保险柜，一脸严肃。
我哭笑不得，这不仅仅是一本护照的问题，人心里的恶才是最难防的。再次回到学校，正好看见赵林被警察带走，学校门口贴出了对他和那位宿管阿姨的开除公告。他因为参与跨国人口贩卖，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至于那位宿管阿姨，也因为多次收受学生贿赂，被人举报，被学校辞退了。林优，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好运，连苏晴那种人都帮你？我不甘心。被带走前，赵林看见我，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努力了那么久，凭什么就是比不过你？凭什么好事都是你的？这不公平！他的脸因嫉妒而扭曲，丑陋不堪。赵林，我的所有荣誉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拼来的。你把时间花在怨天尤人上，我把时间花在了图书馆里。公平，你处心积虑地设计我，想把我推入深渊的时候，跟我谈公平。如果今天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被所有人误解，孤立无援，甚至被最亲近的室友背叛，你会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那种绝望让我有那么一瞬间想从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你知道吗？我将心中所有的压抑和后怕都吼了出来。哪怕坏人已经落网，但那天的场景依旧是我夜里挥之不去的噩梦。朝夕相处的室友，包藏祸心，道貌岸然的酋长，是吃人的恶魔，周围人的冷漠，权威的偏袒，每一幕都像是在凌迟我的心。如果不是我爸，我的人生或许真的就在那天被彻底改写了。跟这种人废话什么？下个月的模拟联合国大会，你准备好了吗？这次的最佳辩手我拿定了。苏晴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手里抱着一摞厚厚的英文资料。我看着他，深吸一口气，狂跳的心渐渐平稳下来。好啊，谁怕谁？